我现在在火车上，马上就到漠河了，9点半到，现在9点10分了，快到了。对面很多房子的那个地方就是，这还有一条河呢。大山里的小城市啊，一晚上穿过了大兴安岭，这外面全都是森林啊，一望无际，看不到边。火车上人比较少，昨天晚上睡得挺好，都空的呢啊，只有我一个人睡这边。到漠河的人挺少的，这一路上已经下了很多人了。在这个大兴安岭这个森林腹地啊是没有信号的，一路上我的手机都没有信号，偶尔路过一个村子一个镇的时候有信号。没啥人了。我上车的时候穿的是短裤，现在换的长裤了。这边凉。这跟哈尔滨这个差10多度。这边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温度是16度吧。啊。进站了，漠河到了。哇，到了漠河站了。环顾一周看一下啊。这边好冷啊！我看了一下，现在是13度啊。中国最北的火车站，这下车的人还是蛮多的嘛。要从这个2楼走过去啊。有点冷，有点冷。还好我带着长裤子啊。这个大夏天这边就这么冷了吗？现在是早上的9点45，漠河欢迎你，哈哈哈哈！在门口等着排队，那个疫情2维码。我把外套穿上了，真的很冷啊！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，我来了。这个是最北端的火车站，出站了。现在啊，看看这个漠河站。这是欧式风格嘛？这个漠河的对面就是俄罗斯啊。刚才在那边出站，现在出站检查非常严格，要看你那个2维码，还有那个验证码，还有你14天去过哪里。今天天气有点阴啊，看这个漠河完全就是大山之中的城市啊，这都是森林啊，这转一圈，大兴安岭的森林。这个漠河火车站距离漠河县城2公里，漠河县城就在那边，我就走过去吧。因为我还没有订房间啊，去了以后现找吧。然后这里离那个北极村还有70、80公里呢，开车。明天去那个北极村啊，北极村就是黑龙江南边，对面就是俄罗斯。今天先在这个漠河县住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黑龙江的漠河，这个是漠河的标志性建筑，北极星广场。因为漠河是中国最北的城市嘛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北极星的广场。看一下漠河的这个城市街景啊。我是昨天从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坐车过来的，坐了14个小时啊，晚上在车上过了一晚。漠河这城市非常小，你要走路的话2、3个小时就能把这个城市转遍。你要骑个电动车、摩托车的话，1个多小时就可以转一遍了啊。这个是这里的主干道，然后这边是另一条路。你看这边的建筑都是彩色的啊，非常的好看，包括这些居民楼都是各种颜色的。那边还有点那个俄罗斯风格的建筑，那个底儿都是圆的。今天是阴天啊，今天天气不好，刚才还下了点雨呢。漠河现在白天是13度，晚上是4度，哇，天气非常冷啊。现在虽然是8月17号夏天，但是这边还是这么冷。现在我到这个北极星广场上去看一下啊，在这上面能看到整个漠河市的全景。这个漠河在大兴安岭的腹地，这4周围全都是森林啊。然后这里其实还不是最北边，最北边有个北极村，离这里开车有70、80公里的距离。
然后我们要去的话是先坐火车来到这个漠河市，然后再倒汽车去那个北极村。北极村就和俄罗斯隔河相望啊。走到最顶上了，看一下这个建筑啊，这是一个南北的北字，北字的顶上有一颗星，这就是北极星的寓意嘛。这上面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大平台。从这看一下漠河的全景吧，一条主干道笔直的通向前方，漠河市就分布在它的两边。看这个楼房都是五颜六色的啊，大部分的楼都是3、4、5层，没有太高的楼啊。那边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，那里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，其他的都是这种5、6层的楼。那边也有一个北字，这里很多北啊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写的漠河名字的由来。这个漠河因为它境内有一条河，这个河就叫漠河，这个河水黑如墨，所以又称漠河，墨汁的墨啊。刚才我从火车站走过来，确实路上看到一条河，非常的黑啊，那个河水，我以为是被污染了，没想到它本来就是黑色的。这个漠河在大兴安岭深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污染的啊，这里空气非常好，没有什么重工业啊，什么污染环境的东西。这广场上还有一个雕像，看这个，大家看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吗？这就是泼水存冰的那个雕像啊。因为这边冬天都是零下40、50度，特别冷，你一杯水泼出去，它就变成冰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漠河，中国最北的城市。早上刚到这里啊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漠河的城市吧，这城市建设。漠河非常小啊，我在这个漠河市基本上转了一圈了啊。整个市区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萧条嘛，人比较少，这个马路上车少人少，然后天气寒冷。你像这个时间啊，昨天我在哈尔滨的时候，白天还挺热的，但是到了漠河这边。现在中午12点，只有13度啊，比较冷。外套啊，这些长裤啊都得穿上。那个是这边的北极星广场，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建筑吧。这里房子盖的还是挺有特点的，都是这种西洋风格的。这应该是沿街的一些商铺啊，但是现在都没有开门，都关了呢。这边是居民楼，这边居民楼是4层啊，看一下。这下面是底商，底商也有很多都没有开啊。这边的楼房都没有高层的，没有电梯房啊，全是这种4层、5层。我进一个小区看一下，这小区也没有什么围墙啊、什么围栏啊，就是这样开放式的。这是小区里面，花园小区6号楼。反正就随便走吧，这个城市比较小，你步行的话1、2个小时也把它转遍了。我现在走到人民路和振兴路交叉口了，终于看到一个比较有人气的地方了啊，好像是个集贸市场卖东西的地方。蘑菇都穿成串了，这是挖的野蘑菇吗？你们这儿是不是产蓝莓呀？全是蓝莓，一桶一桶的。这蓝莓怎么卖呀？25一斤。我看你们这儿好多卖蓝莓的。
这些是啥东西我都不认识，都是山货。呀，这边看到6层高的楼房了，这个红色的，呵呵，但是肯定没有电梯啊。这边全是小平房，这里好像是市场中心啊。你看这种建筑啊，这个楼盖得挺漂亮啊，是尖底儿的，俄罗斯风格的啊。中俄国际商贸城，这里很多卖一些山货、当地特产之类的。大蘑菇，它没有那个红衣好吃。都是当地特产。这个市场还挺大的，这个中俄商贸城看着挺漂亮的吧？尖底儿，旁边就是居民楼，这边是菜市场，这边是农贸市场。那有2个大烟囱啊，不知道这边是不是集中供暖呢，还是他们自己烧锅炉呢？这冬天不知道是怎么弄啊。反正这里特别的冷。我现在到了客运站了啊，漠河公路客运站。但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现在疫情期间，这个漠河到北极村的班车给停了。我去，现在得打车去或者和别人拼车，但是我没发现有拼车的人呐。看看这个客运站附近啊，这边有几个干活的人，这里都没有车啊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从这里到北极村76公里，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快车，打车的话是200块钱，快车最便宜的。时间没来对啊，这个疫情期间真的是很不方便啊，没有车。这个是市内的公交车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黑龙江的漠河，这里呢有一个大兴安岭5.6火灾纪念馆。就是纪念那场大火的啊，我们进去参观一下。一进来大门，这边有一个日历，日历写着1987年5月6号，星期三啊。这边有个展厅，是模拟当时着火的那个场面，太恐怖了啊！熊熊大火，起火的客观因素是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，像附近的俄罗斯、蒙古、加拿大都发生了火灾。这是俄罗斯的，这是蒙古的，那个是加拿大的，所以当时气候就是非常干燥。这个起火之源是因为当时这个林业工人在休息的时候抽烟呢，把烟头没有熄灭就扔在草地上了。还有这个呢是加油的时候给割草机加油，把油洒在草地上了。还有好几起啊，都是抽烟的时候烟头没有熄灭，引发了山火。这边有一个示意图，这都是森林里面有工人在这边作业嘛。像这个割草机，它加油的时候把油洒在地上，然后它又这个点火的时候，这个引起了火灾。然后还有那个烟头没有熄灭就扔在草地上了。受厄尔尼诺的影响，这么多地方都着火了啊！看一下这个示意图。白色的呢是这个国境线，北边是俄罗斯。看当时俄罗斯这么多起火点啊，咱们国家呢当时是3个起火点。这里呢是蒙古国，蒙古国有2个起火点。这边当时的风力呢是18米每秒，相当于8、9级。看这个当年的雨量呢也减少了1半还多。当年的温度呢在20度以上，所以当年着火的原因呢就是风大雨少温度高，再加上这个工人抽烟啊把烟头丢下去，所以这就是起火的原因。5月6号引起的火灾，5月7号晚一发不可收拾了，就烈火熔成。这个大火以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，很多村庄啊、镇啊就被大火吞噬了。
这边有救火英雄。这边有一个介绍啊，在图祥县的一个车库里，一家9口都被烧死了。他们这个车库啊，有一个装着4吨水的水箱，他大儿媳呢想躲到水箱里面去，躲的，结果这个水呢就被煮沸了。你想嘛，那人直接就被煮熟了，好悲惨啊！这个是模拟还原当时的那个情景。油库保卫战。哦，当时着火的时候，这边还有油库呢，油库里都储存着汽油和柴油。幸好经过这些英雄们的保护啊，这个油库安然无恙。这个是对当时扑火的一些展示。李鹏作为总指挥啊，在这边。这场大火灾啊，从5月6号开始，一直到6月2号结束。一直持续燃烧了28天，扑火的军民5.88万人，其中解放军3.4万人，群众2.27万人。所以解放军是这次灭火的主力。这边展示的是重建家园、恢复生产的一些情况。这场火灾的教训太深刻了啊！隐患显于明火，防范胜于救灾，责任重于泰山。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啊，这是当时被大火烧毁的漠河县城，整个县城这些房子呀什么都被大火烧毁了。这个最中间位置呢是一片林场，但是这个林场没有被烧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火烧到这里的时候啊，风向突然改变了，所以这片林场非常的幸运，就保留下来了啊。咱们现在就去参观一下这个林场，就在这个博物馆的旁边，就是这里。到了，进去看一下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黑龙江的漠河，刚去参观完那个5、6火灾纪念馆。参观纪念馆的时候了解到，当时整个漠河县城都被烧了，唯独这个松院没有被烧啊，可以说它是劫后余生，非常的幸运。因为当时大火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风向突然就变了，所以这个松院呢，也是5、6大火留下的瑰宝。这个松院也是一个福地，在1971年建成的时候，就在城中保留下这片原始森林了，供人们休闲、观赏、健身。就是这片森林啊，这有一个碑，上面记载了当时发生的这个事。这是在城市里保留下来的原始森林啊，非常的难得。这森林里面空气非常清新啊，而且这些树呢都是100年老树，看一下非常的高。刚才那个碑上面呢记载了很多事，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。就是说当年漠河这里呢发生这个大火，整个漠河县城呢都被烧为焦土了。但是这个漠河里呢有4个地方没有被烧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原始森林，就是这一片，现在叫做松院。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清真寺，第3个就是一个茅房，第4个呢就是一个坟地。只有这4个地方没有被烧。为什么呢？当时民间就有一种说法，说是这个松院为什么没有被烧呢？因为这是一个福地，大火不忍心烧。清真寺为什么没有被烧呢？因为清真寺里面是供奉的真主，真主有威仪，他不敢烧。那个茅房他为什么不烧呢？因为茅房是污秽之地啊，他都不屑于烧。那坟地为什么不烧呢？因为坟地里都是鬼怪啊，这个大火和鬼怪都是鬼魅同源，所以他就不去烧。所以说整个县城就是这4个地方没有烧啊。我们现在来看呢，这个松院为什么没有被烧呢？其实是因为当时风向突然转变了，这个松院呢就被保留下来了，非常的难得啊。这个树上呢有很多牌子，我们看一下这棵树的信息。
这个树的树龄115年了，树高18米。看这个松树，138年的历史。这树上都有牌子。我们再看一个，看这个，哇，139年的历史。所以这个松院里的树很多都是100年老树了。如果你被烧过呢，重新种的，那就是树龄30年左右。这一片都是100年了啊！我是86年的，火灾发生的时候是87年，当时我才1岁啊，所以我对这个火灾呢也没有什么记忆。但是从小呢，就听村里的老人啊，听这个新闻报道啊，还有口口相传啊，都知道这件事啊。所以今天到现场看了以后，我觉得还是挺受教育的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温暖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。你就像大家好，我们国家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，你们知道它的最北端在哪里吗？在黑龙江漠河市的北极村，北纬53度的地方啊，就是这里。神州北极，对面就是俄罗斯啊！哇塞，从来没有离俄罗斯这么近过。这个就是著名的黑龙江。为什么叫黑龙江呢？因为这个河水漆黑如墨，黑如蛟龙。它江水里面含有很多的腐殖质，所以是黑色的。看一下是不是黑色的水。这个江面非常辽阔啊，这个黑龙江。这是名副其实的边境地区啊，但是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个边境上什么铁丝网啊、巡逻的武警啊，那种紧张的关系啊。看这个边境地区很开放啊，甚至找不到人啊，没有什么人。我转一圈，大家看一下。那边有一个游艇啊，可以坐那个游艇去玩。这边现在来了几个游客，我是昨天来的这个北极村，从漠河坐车过来的，找到一个当地村民坐的小巴，25块钱一个人啊，直接就坐到这个北极村了。这个村子的门票是68块钱，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基本上没什么游客啊。看今天漠河这个北极村的天气非常好。白云朵朵啊，看这个天象，这蓝天白云，空气质量非常好。这个云彩还透光呢，现在太阳在这云彩后面呢。这个北极村里面特别大，我租了个自行车啊，早上20块钱骑一天，不然走路的话特别累。这黑龙江边上还有游船呢，游艇。这有2个开船的师傅在这儿。这是野生蘑菇啊，那个就是俄罗斯，好大个呀！这蘑菇黄黄的，很新鲜的。看看这个游船。哎，师傅，这游船怎么坐呀？500块钱一位，一人一次。500一次啊？一个人呢？10个啊，坐10个人。啊，一人50，正好500。刚才我问那个开船的师傅了，我说能不能过这个河中间到那边去啊？他说可以开到那边去，只要你不上岸就可以啊。
现在天黑了，看一下晚上的北极村。灯光打开以后啊，道路两边这个灯笼还蛮好看的。现在快8点了，天是要黑还没有全黑的。这边有很多摆摊的啊，这个烤冷面的，前面是卖水果的，这里都是卖一些农家自己种的菜的。看这里非常热闹啊。这个是白天拍的那个温度计啊，站在这个角度看一下北极村的夜晚，灯光还是蛮漂亮的啊。看看这个天空，全都是黑云啊。沿着这个黑龙江江边上呢，咱们这边有一圈灯光，看俄罗斯那边啊，完全就是黑暗。哇，完全的黑暗啊，黑暗笼罩了。这边到咱们这边呢，又开始亮了。据说在这个北极村是可以看到极光的，但是要在6月份，在那个后半夜的时候，也不是每天都有啊，要看运气的。现在8月份已经看不到了，所以现在只能看看天空了。现在早上7点半了，看一下北极村这边的啊早上的情况，很多摆摊的，这里早上3点多就天亮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早餐店啊，卖包子、油条、豆浆的，去看一看，顺便拍一下这边的饭菜的价格怎么样。早饭吃个茶叶蛋、包子，喝个稀饭。看看这边的饭店价格怎么样啊？地三鲜28，还可以啊，不贵的。鱼香肉丝38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中国的最北端，北极广场，这里是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啊。在这个北极广场，最多的就是北，后面那个雕塑也是北字的造型啊，是一个小篆体。在这个北极广场要找一下北，我快找不着北了。看这个地方多漂亮啊！这是梦境中的地方啊。绿草如茵，蓝天白云，在这么好的地方找一找北啊，找了好多北。那个石头上有一个，那有一个，那边还有2个北，这儿有一个北，那边有个石头上也有北，那边石头上也有一个北。北极垭口广场这里是北纬53度啊，真的好多北啊。在这里找到一个唐太宗写的北字，哇，这个字距今1000多年了啊。看一下这边是毛主席写的北字，怎么样？这是毛主席1957年写的。这里还有好多北啊，一下就找到了。呵呵呵，真的不愧是北极啊，处处都是北。来这里旅游啊，一定要骑一个自行车啊，朋友们。这个园区里面特别的大，看一下全都是这种草甸子、森林。没有个自行车你走的特别累，这单程3公里啊，它这路曲曲弯弯的，来回6、7公里，你怎么走啊？这里有一个相框，这个是给人照相的啊，站在这个相框里拍照，特别的漂亮。来北极找北，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总有一句话吗？说这个人啊太得意忘形了，都找不着北了。但是现在啊，大家看了吗？我找到北了，我现在很得意啊，但是我找到北了。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飘了？飘的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是吧？那不会的呀，因为我这里就是北呀，这里可是正宗的祖国的北极。太有意思了，在北极广场不光有很多北啊，它对面就是俄罗斯了。我们去看一下，这后面呢就是黑龙江，就是这么近啊，要不然怎么能叫北极广场呢？一步之遥就可以出国了，朋友们。
看看，哇塞，黑龙江对面的俄罗斯，这还能看到俄罗斯的瞭望塔呢，看到了吗？看上面有没有士兵在站岗，是不是拿枪瞄准我了呀？这边有个小房子啊，这里应该是值班的。这个地方怎么样？风景这么好，山水相连，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离得这么近啊。这个水冬天就会结冰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北极村。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村庄了啊，北纬53度，它在黑龙江的漠河。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北极村的住宿吧，给要来这边旅游的朋友做个参考。这个北极村啊，确实是个村子啊，只不过它这个整个村子就是一个景点。这个村子里面是有人住的啊，村民呢现在都是改成这种农家院呀、农家乐、餐饮住宿啊。整个村子现在非常干净，规划也挺好的，房子盖的也很漂亮，都是1层的这个木头房。这边有很多的农家小院啊，就是农家乐这种感觉，价格也不贵，我刚才看了一下美团，也就100左右，还可以住那种带火炕的房间啊，就是冬天是烧柴的那种炕。这个就是北极村最好最贵的酒店了，叫索金大酒店。刚才我在美团上查了一下，价格是300多、500多、600多。现在疫情期间住的人应该不多啊，从门口停的车就能看出来，因为没停了几辆车。除了那个大酒店和农家乐啊，你还可以像我一样选择这个国际青年旅社。很多人没住过青年旅社啊，青年旅社的就是大学宿舍那种感觉，就是床位的高低铺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家青年旅社墙上都是各地的驴友的涂鸦，什么谁谁谁到此一游，都是写的这些啊，什么一路向北，太有意思了。现在我进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青年旅社里面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是上下铺的，一个房间能睡好几个人啊。我睡在这里，虽然说能睡好几个人，但是现在是旅游淡季，没有什么人。昨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睡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些床位都是空的。如果你怕吵啊，就不能住这里，因为住的人多的话，肯定会比较吵。有的人想睡觉，有的人还想玩手机什么的。但如果你喜欢热闹，你想旅途中找个伴儿什么的，就可以住这里啊，然后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和你路线相同的朋友。它这个卫生间和洗澡间是公用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有柜子，可以把书包放进去。这里就是公用的洗手池，刷牙洗脸啊。这边是洗澡的，挺干净的嘛。灯打开，还不错吧？这个青年旅社，关键是便宜啊，才30块钱一晚。你要住别的房间，不就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了吗？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卫生啊，是这个床单和被罩，它都是一客一换的。然后这个房间啊，每天都会有人来打扫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们会住这种青年旅社吗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格达奇，我是从漠河坐火车过来的啊。很多人是不是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呀？好多人没来过这里啊，我就带大家在这个市区转一转吧，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地方。我现在到了加格达奇的北山了，这个是半山腰有一个观景台，在这个观景台呢，可以看到整个市区的情况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哇塞，这整个市区非常的大。跟我印象中这种大山中的城市大多了啊！看这个规模，
它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中心。因为它就在大兴安岭里面嘛，所以它也被称为临海明珠。这个加格达奇呢，它有一座山，一条河，山就是我这边的北山，河呢就在那个大楼的后边，就是干河。然后那边还有飞机场啊，这边是铁路。哦，看这有个飞机正在起飞呢，交通非常方便啊。这么大的城市啊，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中心，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呢？存在感很低啊，是因为这个地方呢，60几年我们国家才开始开发它，然后8万铁道兵来这里铺设铁路。那在60几年之前呢，这里都是原始森林啊，只有少数的鄂伦春民族的人在这边以打猎为生，所以这个城市呢开发的比较晚，而且地点呢比较偏僻，所以我们很少有人会知道它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加格达奇这个名字比较怪怪的呢？不像我们汉族的名字啊。对了，它就是鄂伦春族的语言，它翻译过来呢就是说有樟木松的地方。樟木松就是这个松树啊，这个地区呢长得非常多这个樟木松，满山遍野都是啊。看看，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加格达奇是在270和梁红那个旅行节目里啊，他们的飞行驾照就是在这边考的，就是开飞机那个驾照啊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飞机训练的学校。如果你想学那个飞机驾照，可以来这里啊。确实这边天上啊有很多飞机，一会儿一架，这个估计就是学员在开飞机呢。有可能啊，我在这站了10分钟，看了好几架飞机了。正对面的呢就是加格达奇火车站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夜景美不美？看看这两边的灯光啊。金黄色的，太漂亮了啊！哎呀，金碧辉煌啊！对面那个山上有4个字“临海明珠”，因为这边是大兴安岭嘛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格达奇，我是从漠河坐火车过来的啊。很多人是不是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呀？加格达奇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行政中心啊。它的位置挺奇怪的啊，我们看一下地图，它位置在内蒙古的境内，但是它管辖呢归黑龙江来管的，等于是黑龙江的飞地啊。奇怪吧？我们看车牌就能看出来，都是黑龙江的车牌，黑 P 开头的。内蒙古也要过几次这个地方，但是一直也没有要回去。至于是什么原因呢，我这就不太方便讲了。总之是历史遗留问题啊，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。好多人没来过这里啊，我就带大家在这个市区转一转吧，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地方。山顶上有一个纪念碑啊，纪念了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的事件。广场上有一个雕像，这个雕像直接就是2条铁轨啊，说明这个地方与铁道兵息息相关。这里有一个鹿的雕像，大兴安岭嘛，都是以前的鄂伦春人，他们以打猎为生啊，就是打这些鹿啊、狍子呀这些野生。铁道兵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处于原始社会呢啊。说到这儿呢，很多人是不是就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开发这个地方啊？这么偏僻，而且气候这么寒冷。这后面有很多资料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林木资源非常丰富，我们国家当时在搞建设，大量缺这种树木，缺那个木材。那咱们全中国木材资源最丰富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它运不出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要修路，要修铁路，所以呢就派这个铁道兵来这边修铁路啊。
1955年和58年都派了2次，这2次都失败了。一直到1964年，第三次呢，铁道部369师8万名官兵进军会战大兴安岭，然后在这个高寒禁区先是立足，然后慢慢的开拓修铁路，一共修了792公里，牺牲了300多个人啊，所以每公里平均每2公里牺牲1个人，很不容易啊，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建了一座城市，还修了这么长的铁路，为祖国建设做出了贡献啊。我曾经等过你，因为我也相信你说的“水千山，溪上流”，如今不能再爱你，上暖阳护你周全。若再次的邂逅于人海，也还爱你。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，我来了。这个是最北端的火车站。